Hello， 大家好，我是长毛大师轩。我们今天继续切几块石头给大家看。今天切3块微料和2块大理石，总共5块石头。那我们上来就给大家看最好的，这个是我前阵子挑选的那块货头，它的皮也是一个牛仔皮的一个状态，但是它的皮没有我们之前建议粉丝收藏的那块皮那么老。但是这块石头它为什么是货头呢？我给大家打灯看一下，大家就懂了。其实都不用打灯，看到没？那我再打灯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它是带色的，而且它的色不是那种很浓很深的色，这种色是不需要去把它放薄了，把它的颜色透出来的。我们在市场上看到有很多那种高危那种色料做的叶子啊什么的那种小东西，它看上去那么绿，对不对？那只要卖几百块钱一个，但是那个和这个是不一样的。那种颜色你如果不把它切薄放薄的话，它是很蒙的，它是灰灰的暗暗的。但是这种颜色呢，为什么它会比较贵，它会比较好？因为它不把它放薄，它在原石上面都会看着会比较绿。然后这个是一方面，还有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它在其他种水的地方呈现出是一个白冰的一个状态，这个是相当难得的。就这2个点加起来，这个开窗这个石头它已经相当的贵了。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表现，这个砂眼也是泛点绿的，这里的底色就是泛点蓝了，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没有那么绿了，很蒙了。但这里也是绿的，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见，这里也是绿的，所以我感觉这块石头能够整个爆色的几率它是非常大的。那我们今天就在手机面前给大家呈现一下这一块收藏级别的高危扒完皮它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来扒皮。好，我们大概已经扒完了啊。我们那我拿到石头为什么笑了啊？当然这个东西就是它没去掉皮之前它是最美的。那这个东西扒掉了以后，它就露出了它本来的一个面目。那我们就看到基本就是已经垮了，整体还是很漂亮的啊。我们看到它颜色并不暗，是呈现一个白糯细糯底的一个状态，然后飘了一点雪花棉。但是为什么说它垮啊？因为它的种水不够，所以我说它是糯，呈现是一个细糯糯冰的一个状态，然后里面飘了色花，但是整体都没有偏蓝。这个是刚刚它开窗的部位，这个石头相对来说还是有收藏价值的。那我问一下你们，白糯冰底飘洋绿花的微料，你们见过没？那肯定是没有见过，对不对？或者有人见过，但是又少之又少，可能几万块石头当中才有这么1块是这样子的，所以它的价格价值也在这里了。那我为什么会摇摇头呢？因为它没有开窗的部位那么冰。很多时候我们玩石头啊，它往往它那个皮不扒我们会想象它里面有1万种可能性，它里面会长、会爆色啊、会爆冰啊干嘛的。但等到它变得很明了之后那它的结果就已经在眼前了。那给我们的想象的余地，给我们的思考空间就没有那么高了。翠友花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收藏级别的石头能不扒皮，尽量不要扒皮。这个是第一块，那总体来说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它的种我们没有堵到，但是它没有太垮，只能说是一个平。那我们接下来搞第2块，第2块是一个这个，我们看到它表面上都有黑黑的点点，它整体都有脱砂，它的皮壳是相当的薄的。我们打灯看一下这块材料的话，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微料，这个也是几百块钱卖掉。这种微料的话，就切一个口子给大家看看吧。那我们可以看到表面上这里是有一条裂的那这种材料我们就选择给它从这边干一刀下来。这种石头主要赌它内化，如果它内化还可以，那它就是一块还不错的一个微料。那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内化怎么样。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块石头怎么样。来，1、2、3，当，亮。内化不行我们可以看到它种水好的部位也是在开窗的这里，这个是它的一个窗口，这边就是它好的地方，下面的肉都泛白了。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观点在微料里面，泛白不一定是好事，因为它的种水它随着泛白往往会变得糯一点，没有那种很冰透很白净的那种微料，那个是特别好的。但是像这种泛白随之它的种水会变糯，那这种就是比较垮的。然后的话我们再来切这一块，它有一点类似于那种千层岩的状态，然后它的那个脱砂是这样子一圈的。然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脱砂的地方是有颜色的，部分带绿，不是全部带绿。这种石头就比较难切了，而且它是黄皮微料，而且它的皮特别厚，它的皮跟泥一样，这种微料赌性也很大，里面的变数是特别的大的。我之前个人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做一个摆件把上面这一个皮全部给它刮下来，看一下什么样。
来，这个东西我们已经搞出来了。我现在看整体它的内化它是没有变的，我们来看一下。哇，大枣整体冰感，看到没？很牛批啊，里面都是很牛批的。这种料子我们扒的这样子就不用扒了，我们可以考虑一下雕一点很自然的东西，做一个小摆件。下面因为它的实皮它有一层一层的纹路，它到时候配上整个作品，它是相当美、相当自然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这个东西就暂时先保留。问一下这位粉丝，他要不要整体做一点小东西啊？那这个东西大长哈，接下来长完了，我们开始切2块冤种往外的。行，我们先来切一下这个，我们打点水看，整体白白又嫩嫩，这里有点咸，说不定就能爆色了。当中干一刀。来，我们看一下啊，一打开来，不出意外的话，白白又嫩嫩，爆色了，大哥，真的爆色了，爆了点紫啊，恭喜啊，大涨，兄弟们归位。接下来看这一块，面上毫无表现，这里可能会有一点飘花，我们从刀子给它干一刀看看。好，我们看一下这一块，基本上也是2刀，不过这个感觉里面有一点肿水，我们打灯给大家看一下。不出意外，打灯是散开来的，光是晕开来的，但是它也玉化了啊！恭喜大哥，一批大理石1块，我感觉不出半年，这个花坛能够被我堆满。好，那我们来总结一下吧。那今天给大家切了5块石头，最主要的一点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资深玩家都会知道一点，就是很多时候它这个皮壳的价值，包括开了一点窗啊，或者皮壳上的表现，它远远它的价值是高于它里面所切开肉的一个价值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皮革特别老，或者说什么表面上看去特别漂亮，他们很多人都会选择把石头放着不去切它。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和我有这种共鸣啊？大家玩石头能不能玩到这一个地步？爱石头的人，那我们今天这一期就到这里了，祝大家生活愉快，拜拜。